周末我会喜欢找一些地方闲逛，没什么事儿，可以休闲一下。其实这种时光非常短，因为晚上7点钟吧，有一个刚刚到达美国的家庭，他们家孩子需要面临着很快就要上大学的问题，那么有一个义工呢，要帮助他们做择校的辅导，都是免费的。其实我们经常会举办类似的1对1的辅导，针对很多新移民，他们要解决很多现实问题，没有那么多夸夸其谈的。其实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都是需要别人帮助的。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，我获得了很多人给我的帮助，许多建议在孩子上学、报考学校的过程中，都获得了成效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感恩，并且传递这种爱心。那么，更多的朋友们呢，总是在希望我能回答一些，令我感觉到非常蹊跷的问题。他们总是在问我怎么样能离开中国。直到今天，大家认为越来越难的时候，还有人在问。我知道每天都有人踏出国门，也有许多人是获得了中介的帮助。因为我亲眼见过几个，有北京的被拒签10天以后重新办理签证，而且获得通过的。上海的其实也有，也是类似的情况。那经过中介包装以后，获得了美国签证。但是时至今日呢，其实越来越难了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，美国的使领馆其实已经关闭了对各国的这种签证。当然，我前面提过这个关于医护工作者，其实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通道，并且有一位朋友在联系了美国大使馆以后，已经获得了帮助，拿到了签证，非常快。那么很多国家已经走不了了，是吧？你应该知道，而且面临的选择非常困难。美国政府从川普上台以后就调整了移民政策，即便是申请政治庇护，也有很多人在踏出国门以后，因为他在中转国有获得过居住证，那么这种情况，美国政府一般情况他会拒绝你，他不再受理你的申请，也就意味着现在大家的选择很难。你即便有一些国家目前还可以想办法到达，但是你已经没有办法通过它中转个半年1年的，然后再到达西方国家获得政治庇护了。那么许多人就处于一个两难的状态，到底是走还是不走。那么想一步到位的人呢，总是在等更为合适的机会，甚至有些人心底里还在认为中国的疫情不是很厉害，如果今天到达美国可能会更加不安全。这种朋友其实很多，包括现在已经离开中国的人，有些人正在犹豫，在这一时刻是不是应该去美国。其实你即便想来也很困难。美国关闭了对欧洲甚至对加拿大的航空，那么许多朋友其实已经来不了了。我个人的建议是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，如果你真的认为在内地继续待下去有不确定的风险，或者你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其实你现在完全应该离开中国。即便不能到达西方社会，你有合适的或者你认为有可能在短期内保持安全的国家，你即便是去待一段时间，或者直接拿别人的护照，我觉得无所谓。譬如说像乌克兰的护照，你可以在120个国家免签。东南亚我们曾经熟悉的一些国家已经对中国关闭了大门，
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你关上大门，而且短期内你不要指望这个情形会发生巨大的变化，包括中国内地出境的许可将越来越难。现在能走的人，我建议还是走。如果说你真的走不了，是吧？有些人在谈，我看过牧马人，我知道中国有一些西南边陲，那么他在文革中甚至都比较安全。你要看过牧马人，你应该还看过天域，对吧？你应该知道，在蛮荒之地不是那么好待的，有些人会疯掉。这还有一个前提，在中共全面军管、全面高压的状态下，现在的西南西北还是原来那个模样吗？其实已经不是了，对不对？你应该知道，如果你是一个汉人，西南也好，西北也好，对你都不是安全的。真正你能够相对安全的地方，其实是在广东，在长三角、珠三角，越是沿海开放的地区，人民接受外来思想的可能性越大，或者说在长期的熏陶之下，他们至少有更多的包容性。我们知道中国的沿海地区，它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，几百年前就有了手工业相对比较发达，甚至有了一些工厂或者叫作坊，大规模的故宫从1000年前其实就有了，到宋朝发展到一个极端。那么今天的世界，太多的信息可以从沿海各个渠道传递进来，而且能够深入人心，就如同逃港潮一样。逃港潮不仅仅只发生在50年代，其实一直没停过。那么北方呢？北方往外跑的好像只有1、2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是真的离不开中国，没有把握离开的话，你尽可能向沿海地带聚集。沿海不仅仅只有大城市，那么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区。其实我建议呢，大家可以相对集中到沿海，然后观望一下，寻求更好的方案。目前在国内人口的迁徙压力不是很大，如果你有合适的机会，其实可以做一些打算。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呢，基本上来说你获得不了太多的资源，即便你以后想再寻求离开中国，其实你会很困难，因为今后的管制将越来越严。西部不是人们梦想中的乐土，而且中国的西部一直处于那种如果没有军事方向的高压，整个西部地区都将成为中国战乱的第一线。因为他们有一个民主问题，而且在中共的统治下，它只会越来越严重，不会得到缓解。大家不要抱有什么希望。西部对非少数民族而言，今后将越发危险。大家不要被影视作品蒙蔽了。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如果你是单身，你可以试一试；如果你有家庭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家庭拖下水，因为你将赌上的是一家人的性命。我觉得这个压力会让你在今后的生涯中感觉到非常懊悔。不要去做这种尝试，因为你赌不起。那么到沿海地区呢，别说今后能不能出国的问题了，即便你走不掉，你能获得的生存的几率将会更大。其实你还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在相对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或者在一个所谓的小镇里生活。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大城市。大城市始终有一个问题，你能不能待下去，你能待多久。越小的地方我们知道机会越多，你越可以隐藏起自己，而且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做一些小买卖。但是千万不要去尝试那种
与政府争夺垄断行业利润的可能，因为这种投资会让你损失自己的投资，同时也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，甚至一些非常不好的记录。我觉得对今后的选择来说，这是尽可能要避免的。那么有一些人还试图拱进一些大城市，甚至认为在这个时刻大城市的房子呀各方面投资都比较好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如果有一线机会，还是尽可能换一些硬通货。房子你是搬不走的，甚至一旦出现暴跌的时候，你连卖都卖不掉。今后在中国，即便走不掉，其实你的选择都是多重方向的。依据每个人自身的条件，做一些类比，多找一些朋友商量，或者说多看一看大家对这个现实社会目前发展趋势的推演，不要太刚愎自用了。之前你可能损失的只会是财务上的问题，今后可能不仅仅是钱。其实我劝大家慎重，也是这个原因。祝大家都能在这次变革中熬到曙光出现的那一刻。祝大家好运，再见。